这节课呢，我们继续来探究椭圆，因为椭圆可探究的东西太多了，大概有常见的知识点就有10多个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判断点 P 和椭圆的位置关系。因为我们曾经判断过点和圆的位置关系，就是把点带到圆的方程当中，这个也一样。判断点和椭圆的位置关系，把点的坐标带到椭圆方程当中，满足方程就在椭圆上，满足小于1就在椭圆内，满足大于1就在椭圆外，非常简单。好了，遇到题的时候我们再说。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，叫做焦点三角形。那么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焦点就2个，它怎么构成三角形呢？结合椭圆上的一个点，椭圆上的点和2个焦点连线，椭圆上的点和2个焦点连线构成的这个三角形 PF1F2， 我们就把它叫做焦点三角形。那么焦点三角形椭圆上的点 P 的坐标是 x0y0与2个焦点形成的三角形叫做焦点三角形。我要求焦点三角形 PF1F2， 我要表达它的面积。题中角 F1P F2 它是已知的。有椭圆当然有方程，方程就是 x 方比 a 方加上 y 方比 b 方是等于1的。显然呢 ，a 是已知 ，b 是已知 ，a 已知 b 已知 ，c 就已知，谁的角也是已知的。我要用这些已知的量来表达椭圆的面积。那首先我要求面积怎么办呢？我们在学正极余弦定理的时候知道，1/2 ab sin c，1/2他sin他，所以它的面积是1/2 PF1 乘以 PF2 再乘以sin谁的？谁的角是已知的 sin 谁的呢？我们把它看成已知，但是 PF1 和 PF2 我们是不知道的。上时课老师给我们讲了椭圆的3大解题思想，第一个就是回归定义，第2个我们先不说那是求弦长的时候用，第3个是抓住几何特征，并且用式子表达出来。那么这道题它有什么几何特征啊？点 P 在椭圆上，这就是特征它没有在椭圆外，没有在椭圆的内，它恰好在椭圆上，那我就可以回归定义了。既然你是椭圆上的点，什么是椭圆？不就是到2个定点的距离的和 PF1 加上 PF2 等于那段定长等于绳子的长，绳子的长是 2a， 所以它就等于 2a。我想用已知来表达椭圆的面积，现在它不是已知 ，PF1 是谁我不知道 ，PF2 是谁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想把它消灭掉，换成已知的 A 呀、B 呀、C 呀，谁的角之类的。那么我回归定义之后，我得到的这个方程当然要给它2边平方，所以 4a 的平方它就等于 PF1 的平方加上 PF2 的平方加上2倍的 PF1 乘以 PF2。我本来想把它消灭掉，结果呢，我这么一平方又出来这2项，那咋办呢？这2项我也不想要，所以我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椭圆。F1 F2 是2个焦点的距离叫焦距呀，它是2c呀。它对的角我们也知道，那根据余弦定理 ，a 方等于 b 方加 c 方减 2ab cos c 呀。所以2c 的平方，我们在三角形 PF1F2 当中使用余弦定理，2c 的平方等于 PF1 的方
加上 Pf2 的方，就好像 a 方等于 b 方加 c 方一样，减去 2bc 2倍的 Pf1乘以 Pf2，然后再乘以 cosine 谁的角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把它们消灭掉。4a 方减去4c 方4倍的，在椭圆当中 a 老大 ，a 方 b 方 c 方的关系是 a 方等于 b 方加 c 方，所以 a 方减 c 方，它是 b 方，约掉了，它减它2倍的 Pf1乘以 Pf2 减去负的加上2倍的 Pf1乘以 Pf2乘以 cosine 谁的角。那么每项都有2不要了，它变2倍，所以 2b 的平方把公因4提出来， Pf1乘以 Pf2乘以 cosine 谁的。我不是想把面积当中的 Pf1、Pf2换成已知的量吗？所以 2b 方除以 cosine 谁的，它就等于 Pf1乘以 Pf2。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面积公式它就变成啥了呢？我写在下边S 三角形 Pf1、F2，它不是等于1/2倍的它们俩的积吗？它们俩的积就是cosine 谁的分之 2b 方，再把乘以sin 谁的落下来，2和2就约掉了呀。b 方是边儿，我就留在这儿不动。那么剩下的都是角的正弦和余弦的样子，它乘到分子上。我觉得这个式子还不够简洁，所以接下来我继续化简。怎么化简呢？我不喜欢这个分母，所以sin谁的角，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sin 2倍的2/2谁的，然后看成2吧？所以它就等于2倍的sin 2/2谁的 cosine 2/2谁的。这是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学过的2倍角的正弦。那么 cosine 谁的呢？我们这儿丢了一点东西它俩提出去之后，这是 cosine 谁的，它是个1，所以下边呢应该是1加 cosine 谁的，cosine 谁的加1。那我想把这个1消灭掉怎么办？就变成了 cosine 2倍的2/2谁的角，然后它是阿尔法。同学们想一想 cosine 2阿尔法是不是有3种形式？第一种形式是头方减善方，2倍的头方减1减2倍的sin 阿尔法方。我想把这个1消灭掉，那我用谁呢？显然要用第2个，所以它等于2倍的 cosine 2/2谁的方减1。那么这个式子就可以接着化简，2倍的 cosine 2/2谁的方减1，再把加1落下来，上边是2倍的sin 2/2谁的 cosine 2/2谁的角，负1和正1就约掉了，下边变成单项式，2也约掉了，它是平方，拿出来一个和它约掉。所以就变成了 b 方，同是2/2谁的 sin 除以 cosine， 那么就等于摊进它2/2谁的。好，算到这儿，我们得到的就是焦点三角形 Pf1、F2 它的面积公式。这里边你看牵涉到的知识点，我还用了一下余弦定理，还回归了一次定义。
用了一下余弦定理，还巧用了二倍角的变形公式，然后我们才得到面积。那这个面积后边的这部分，你看，面积我们还可以用1/2底层高来表示，这就是高啊。它在不同的位置，同学们发现啊，这个三角形，它的高是这个。如果点 P 在这儿，它的高其实就是短半轴啊，恰好是 B。那谁是最大的高呢？显然，当点 P 落在短轴的端点处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椭圆不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当它落在短轴的端点处的时候，它是最长的。所以 S 三角形 PF1F2 它等于1/2，底是2C， 最大的高，面积的最大值是 B， 2约掉了，最大值是 BC， 这是它的最大值。所以你所有表示出来的面积，要么你是最大的，要么你就比最大小。所以我们学习了焦点三角形是谁，它的面积怎么来表示，它的最大面积是谁，这些我都给大家讲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做一道题吧，大家快点看题。我们快速的看一下这道题，以椭圆上的一个点和2个交点为顶点的三角形，显然它说的是焦点三角形。你画一个小小的图就可以了。这是说焦点 F1， 右焦点 F2， 它没说焦点在哪个轴，我们就默认为焦点在 X 轴。它的面积的最大值我们刚刚学过，面积的最大值1/2底层高啊，最大的这个高就是 B， 所以最大面积是 BC，BC 就等于1。我们要求的是长轴，长轴是谁呀？长轴是 2A 呀。那我知道 BC 的值等于1，我怎么能够知道长轴长的最值呢？哦，原来 B 和 C 还有 A 是有关系的。B 方加上 C 方不是等于 A 方的吗？这椭圆当中 A 老大。A 方使用均值不等式 ，A 方加 B 方一定大于等于2BC 呀。而此时此刻 BC 是等于1的，它就是2啊。那么这个不等式就是 A 方大于等于2，所以 A 就大于等于根号2了。正数直接开方，长轴是 2A，2A 大于等于2倍根号2，它都比一个常数大，等于这个常数的时候，就是它的最小值，最小值就是2倍根号2。好，这道题是用了焦点三角形面积的最大值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做一道题。下一道题，你是 F1、F2 是这个椭圆的2个交点，点 P 呢，它是椭圆上的一个点，然后 PF1 垂直 PF2， 而且告诉我面积等于9，让我求的是 B， 好吧？我迅速的画一下草图。
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儿，这是左焦点 F1，这是右焦点 F2。点 P 是椭圆上的一个点，而且做到了 PF1 是垂直 PF2 的。这个就是焦点三角形，焦点三角形的面积 PF1F2 给我了，它等于9。焦点三角形的面积等于什么呀？刚才我们学了焦点三角形的面积公式，它是等于 b 方乘以tan尽它。这个是谁的角？谁的角等于90度？2分之谁的？就是2分之90度。看我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方程？90度除以2， 45度，tan尽的45度等于1，b 方就等于9，b 还得是个带量的数，所以 b 就等于3了呗。这个也是焦点三角形面积公式的应用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。下面的这个题，已知点 P 是椭圆上的一个点，那么它的左右焦点分别为 F1、F2。我要整理一下啊。显然 A 方下边的数大，谁大谁就是 A 方，焦点在 X 轴 ，A 方等于25，B 方另一个就是 B 方，B 方是9。在椭圆当中 ，A 老大，西方等于 A 方减 B 方，25减9是16，所以西就等于4。那么左焦点的坐标就是-4逗0。右焦点的坐标就是4逗0，两个焦点我再整理已知。角 P 角 F1 PF2 它的 cosine 值是1/3，我把它叫做谁的角？所以呢，这个式子我就简写成了 cosine 谁的是等于1/3的。那大家都知道 sin 谁的方，我们看啊，它要表达面积嘛，加上 cosine 谁的方是等于1的，所以我需要把它的正弦值找到。找到正弦值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正切值，找正切值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求面积的时候要用。所以 sin 谁的就等于根号下啊，我们一看就知道它目前是个锐角，那么 sin 谁的它就等于根号下1减 cosine 方1减1/3的平方，9/9减9/1，9/8，9/8就是2/3倍根号2，所以tan尽的谁的呢？等于 sin 谁的除以 cosine 谁的。sin 谁的是2/3倍根号2，cosine 谁的是1/3，所以正切值是2倍根号2。可是我要求的这个焦点三角形面积 S 三角形 PF1F2，它是等于 b 方乘以 tan尽它2/谁的呀 ？b 方我是知道的，tan尽它2/谁的怎么求呢？tan尽它谁的就等于tan尽它2倍的2/谁的。我们把它看成阿尔法，2倍角的正切公式，tan尽它2阿尔法2倍的tan尽它2/谁的1减去tan尽它2/谁的平方。tan尽它谁的值我们知道是2倍根号2，解这个方程我们就能够求出tan尽它2/谁。首先我把2约掉了，把它乘过来，根号2减去根号2倍的tan尽它2/谁的方等于tan尽它2/谁的。移到同一侧降幂排列移过去，根号2tan尽它2/谁的方加上tan尽它2/谁的减去根号2，左边什么也没有了，等于0。
尝试一下实质相乘，这是1，这是根号2，它们俩相乘是20项系数。然后这个是根号2，这个是1，符号给谁呢？符号给它。它们俩相乘20项系数，这是常数项。交叉相乘根号2乘以根号2是2，2减1，果然是它的系数。所以呢，我们分解成根号2倍的摊进的2/谁的，加上根号2乘以应该是摊进的2/谁的加根号2，根号2倍的摊进的2/谁的减1等于0，两个式子相乘等于0，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。谁的角，就算它是钝角，它的正弦值也是正的；就算它是钝角，那么2/谁的也一定是锐角。所以锐角的正确值不可能等于负数，于是这个我们就舍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得到摊进它2/谁的等于根号1/2，一有理化2/根号2，2/根号2。那么面积 B 方是9，摊进的2/谁的2/根号2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应该是2/9倍的根号2。这道题选啥呢？2/9倍的根号2，显然是选C 这道题选C。那么这节课呀，我给大家讲了什么是焦点三角形，焦点三角形的面积如何去求，焦点三角形面积的最大值是谁。然后呢，我们做了若干个跟焦点三角形面积有关的小题。这个小知识点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次给大家讲另外的一个知识点。